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周日清晨，阳光明媚的恰到好处，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沈志恒和沈晓站在老城区一家面包店门口，面包店紧挨着公交车站，这里是林阮清平日上班等车的地方。哥，咱们来面包店干什么？买巧克力牛角面包。说着，沈志恒推门走了进去，沈晓跟在后面。阮清哥爱吃的？不是，是给小何阿姨买的。哦，沈志恒隔着玻璃指了指，对店员说：请帮我包10个巧克力牛角面包，谢谢。好的，一共30元。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沈志恒接过面包袋和沈晓走了出去，来到停在马路边的黑色宾利旁。老徐，把后备箱里的礼物拿出来，我和沈晓从这儿走过去。好的，沈总。老徐打开后备箱，拿出礼物。要不要我帮您拎进去？不用，这个给我，剩下的让沈晓拿。兄弟俩沿着街道走着，今天正赶上市集，街上人头攒动，游客如织，鼎沸的叫卖声与嬉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在老城的深巷里激荡出浓郁的烟火气。待会儿注意点，别没大没小的，要有礼貌。沈志恒叮嘱道。沈晓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也就是在你面前才这样。再说了，我跟小何阿姨他们又不是第一次见，用得着这么多规矩吗？沈志恒没再多说。很快，两人来到饺子馆门口。饺子馆玻璃门内侧挂着一个今日不营业的木牌。你们来啦！声音从头顶传来。楼下两人抬头，看见林阮清正从3楼的窗户探出半个脑袋，笑容灿烂。阮清哥。沈晓朝他挥了挥手，林阮清也挥了挥手。饺子馆门关着，你们走左手边的楼梯，从2楼那个门进来就可以。沈志恒和沈晓按林阮清说的来到2楼，门是开的。刚进门就看见林小河系着围裙，和明轩一起在厨房里忙活。林小河看见他们热情招呼：你们来了，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太见外了。林阮清快步从楼上下来，笑着接话：这是他的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您看，他还特意买了您爱吃的巧克力牛角面包。他说着帮着沈志恒把东西放到厨房的台子上。真有心了，谢谢。林小河边说边给林阮清使眼色。林阮清害羞地上前拉住沈志恒的手，带着一丝郑重看向屋里的人。这位是我的男朋友沈志恒。一旁的明轩走上前，热情地握手。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，之前在电视上见过你，今天终于得见真人了。你好。沈志恒点头回应，看着大人忙活着。若曦碰了碰站在一边的沈晓。这回咱们两家算是亲上加亲啦。沈晓赞同地点了点头。饭后，沈志恒被林小河叫到一边，去了家里的储物间。过了5分钟，林阮清坐不住了，也跟了过去。储物间内光影斑驳，沈志恒手里捧着一本相册，而林小河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正低头抹眼泪。怎么了这是？林阮清愣在储物间门口。婶儿，你怎么哭了？林小河把照片递给他。亲，能认出来照片里站在你旁边的那个男孩是谁吗？林阮清低头盯着那张有些模糊的照片，茫然摇头。不认识，那时候我才多大啊，怎么记得住？他是谁啊？林小河没回答，只是含泪笑着看向沈志恒。林阮清的目光在两人之间迟疑地转动，最后猛地指着沈志恒，声音提高了几分。什么？不会是他吧？林小河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林阮清攥着照片摆在沈志恒面前，目光在照片和他脸上来回游移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小河拉着林阮清的手走出了储物间，来到客厅。亲，你坐好，听我给你讲。沈志恒他们一家人以前住在这里。啊？那我们当时在哪儿呢？我们当时住在别的地方，那时候你还小，我也没钱租店面，只能推个简易摊子，带着你在街边卖饺子。因为没有固定地方，经常被人驱赶。后来是志恒的妈妈看我们娘俩可怜，主动把家门口的位置让出来给我们摆摊，也不收钱。就这样，我们两家慢慢熟络了起来。那时你每天都等着小沈放学跟你玩，你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跑。林小河顿了顿，抹了抹眼角。他妈妈身体不好，时不时要去医院住上几个月。每到这时候，他爸爸就公司医院两头跑，没时间管孩子。所以小沈放学回家，你们俩我就一起看着，互相帮忙呗。沈志恒接话，目光柔和。我还记得小何阿姨每次端着碗饺子过来，都会问我：小芝，
今天的饺子合不合口味？沈之恒低头笑了笑，然后看向林阮清。而你，林阮清，那个总奶声奶气喊我哥哥的小不点儿，总会把自己碗里的饺子用手拿给我，说：“哥哥吃。”回忆如幻灯片般闪过，他看着眼前这个已经长大的林阮清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情绪。林小河轻声感慨道：“小沈妈妈去世后，他们父子搬走前，他爸爸把这栋楼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了我们，分期付款还不收利息。我是真的感激他们家，要不是有这个家和店面，我和阮清这些年日子不可能过得这么踏实。他们搬走后，我们就断了音讯。不过后来我总能在电视上瞧见他爸爸的消息，看着当年的沈家公司一点点变成了现在的沈氏集团。再后来听着新闻里说他爸爸车祸走了，我这心里咯噔一下，很难受。好在后来经常能看到之恒这孩子在电视上露面，看着他独当一面的样子，我心里才踏实了一点。这孩子跟他妈妈长得真的很像。林阮清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小河和沈之恒。你们瞒我瞒这么久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林阮清看向沈之恒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很早。沈之恒坦言道。其实这些年，我经常回老城去看一看，转一转。你可真会隐藏啊！林阮清小声嘀咕，随即又想到了什么。那我进你们公司面试，是不是因为你认识我才录取我的？你被录取，不只是因为我认识你，更看重的是你对老城区的了解。我的项目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老城人。沈之恒顿了顿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你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。切，现在开始说好听的了。林小河上前拉起林阮清和沈之恒的手，缓缓地、郑重地将他们叠在了一起。我没想到今天你们俩会走在一起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。希望你们俩幸福。小何说得好，祝你们幸福。来来来，大人拿酒，小孩拿饮料，咱们干一个。若曦无奈道：“爸，我们也快18岁了，不是小孩子啦。”那还不是没到吗？没到就不是。来来来，小沈拿酒。沈晓安慰若曦：“永远不要跟大人争论，因为不会有结果。来，拿着你的饮料。”谢谢，真是无语。大家入席吧。林阮清拉着沈之恒的手在餐桌旁坐了下来。哎呀，我灶上还熬着汤呢，这一说话我都给忘了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我已经关火了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哦，那就好，大家入席，快坐。全文完，作者书也。祝大家圣诞快乐。